中国不谈也得谈，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逼中国削减核武器，可能会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参议院以68比28票的较大优势通过了美国竞争法，确定以中国在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技术、核技术、航天技术、网络安全方面与中国的相对关系，可以进行的合作和技术封锁范围。这项法案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内容是要求白宫制定针对中国的核军控谈判计划路线表，逼迫中国削减核力量，并且强调，如果与中国关于核军控问题谈判失败，需要给出一套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在下一财年预算中明确的战略重点，就是要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国家安全层面所面临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严重威胁。从军费分配的情况来看，美国在欧洲方向的投入增加了大约63亿美元，更多的是利用盟友增加军费来备战，也就是说，对俄罗斯采取防御性的战略。而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在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研发上就需要投入上千亿的美元，也就是说，它要对中国采取进攻性的战略。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竞争法案，美国将继续寻求对中国在核力量方面的绝对优势，并将这种绝对优势视为两国和平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还要在占据绝对优势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核军备谈判，迫使中国削减核力量。中国目前对美国要求进行核裁军谈判的态度就是不谈，因为中国拥有的核力量不过就是美国的一个零头。但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美国人所提出的，如果与中国关于核军控问题谈判失败，需要给出一套解决方案。中国不愿意参与谈判，美国的意思是不谈也得谈，恐怕就会动歪脑筋了。那么美国政府能给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第一，美国自己必须改变核武器政策，诱惑中国放弃扩充核武库。拜登政府呢一直有计划宣布让美国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如果执行这一核战略，美国就有可能借机要求中国不要扩充核武库。但是在俄罗斯一再发出使用核武器威慑的背景下，美国放弃这一政策仍然要看时机。第二，在其他核心利益上让步，让中国放弃扩充核武库，这是一种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利益交易的办法。但是美国手中真有什么筹码值得中国大陆在核战略问题上让步吗？可能还真没有，除非美国主动的出力，促进海峡两岸实现和平统一，恐怕美国人是不会甘心的。第三，在中国周边制造新的危机，逼迫中国放弃扩充核武库，这是美国最可能采取的策略，也就是通过在中国周边制造危机，甚至诱惑台独分子挑衅的办法，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然后呢，把处理危机作为筹码与中国来谈判，要求中国放弃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总体来看，无论美国怎么折腾，恐怕都无法阻止中国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建设自己的国防力量。特别是从俄乌冲突就能看出来，俄罗斯的核武器是阻止北约和美国武力干涉的关键。中国也需要拥有让美国人不敢轻举妄动的核力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确保双方的安全。不管采取哪种办法，都是中国维护自己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权利。美国人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当然也要防备美国在中国周边制造危机。我们不能把美国人想得太好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